心相约，缠缠绵绵，漫漫长夜，你在身边，相依偎，就是永远。甜蜜在泛黄中盘旋，坠落在你和我之间。花开又花谢，月依旧圆，是否有境界？唯独你没变，写一首不朽的诗篇，记载只属于我们的美。欧莱小白瓶邀您观看陈芊芊，少君嫁妆备得好，芊芊美白没烦恼。欧莱光感小白瓶，让人白里透光，4成高光。5G 视频手机全新 OPPO Reno 4系列，邀您观看传闻中的陈芊芊。承蒙城主不弃，与属下一结金兰。属下与玄虎一役，身负重伤，命不久矣。膝下有幼女楚楚，无人照看，我欲将其托付于城主，盼他成才，继我衣钵，报效花园。盼我成才，继承衣钵，报效花园。原来我生来就无法做城主，那为何又要给我希望？楚楚，你都知道了。你也早知道了吧？陈芊芊也知道吧？你们都知道，却偏偏不告诉我，让我白白做了一场大梦。母亲，你今日叫我来，我知道你这次来的匆忙，什么都没带，特意让他们给你准备了些布料。哇，还有一些首饰，喜欢吗？哇，喜欢。你要是喜欢啊，这些都是你的。你先放回去。单手啊，母亲，力气挺大。我现在这身行头，跟上阵的铠甲相比，还差太远了。母亲，我听韩硕说，您父亲生前也是玄武城的司军，看来你是继承了老司军的衣钵。那你出家前也是司军吗？那时候还年幼无知，当年正值我父亲病重，又战事告急，我只好女扮男装，混进军队，替父出征。敢问母亲姓氏？我姓花。花啊，更像我熟知的那故事。就是那次出征，我结识了你的父亲。那时候他还是监军少军，我与他切磋时，把他单挑下马，打了他足足半个时辰。哎，那母亲为何现在不去当司军了？我毕竟是城主夫人，人前要做你父亲举止得体的妻子，这时间一长啊，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那你不后悔吗？我喜欢兵法，喜欢带兵打仗，但是我更爱你的父亲。我还生育了韩硕，
我把我的学识、见闻、武艺都交给他。为了他们，我放弃这些，没有后悔。可是现在韩硕已经长大了，成人了，你就没有想过再次带兵吗？以前不敢想，毕竟女人想要家庭的同时，还想要事业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这两者如何兼顾，我不擅长。不会啊，在花园城，女人赚钱养家，当家做主，男人操持家务，这也是很和谐的。为什么花园城可以，玄武城就不行啊？可花园男子与我玄虎女子一般，也不能随性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创造花园，女尊男卑，本想是让女人扬眉吐气一番，却从未考虑过花园男子的境遇，这不还是一样不公平吗？看来我的剧本确实有些问题。男子在外养家，不好让他们操持家务。那我想问母亲，何为家庭？夫妇一体，乃为家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才是家庭，维系家庭的不应该是其中一个人的责任，对吗？我亲生母亲是前任裴思君，她把我托付给城主，就是为了要让我继任思君的。所以，我从小到大学文习武，没有经历卓考，就被点名暂代思君一职。思君之位本来就是我的，可现在，思君是裴公子。所以，我要先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。我为什么要走别人给我安排好的路？陈芊芊走了，他们便想让我当少城主，我偏不。裴思君，半月之后，我们将有一批新的巫石矿送往玄虎城。如今两城关系紧张，我们是否要多派些人手去护送？不必了，我们是去做生意，不是打仗。派一小队人马，防备山贼即可，尽量避免与玄武城发生冲突。冲突是你想躲就能躲得过的吗？你们以为与玄虎城还能和以前一样和平共处吗？送二郡主回府。我不是二郡主，我是裴思君。二郡主，如果你想夺回思君之位，也应该是陈思君，为何会是裴思君？若我是已故裴思君的女儿呢？郡主，您说这话可有证据？你没想到吧？我不想做什么少城主了。陈芊芊不要的东西，我也不要。我现在只想做裴思君。既然哥哥不愿意在人前认我这个妹妹，那我只有自验正身了。裴思君居然还有个女儿，这个玉佩果然是已故裴思君的东西。这自己也做不了假，两个人都姓裴，我们到底听谁的？当日哥哥是以已故裴思君独子的身份收服了护城军。那么今日，我这个裴思君的女儿，是不是比一个男人更名正言顺？花园城的护城军，何时向一个男人低过头？你为了接手护城军，不惜自曝身世。其实你根本不必要这样。现在已经没人跟你争了。花符呢？裴公子得罪了。
从今日起，我就是花园城新一任司君，名正言顺的裴司君。拜见裴司君。司君，这可是统领护城军的信物啊！今后，花园城的护城军只认人，不认府。违令者，斩。是。送他回府。来人，送裴公子回府。半个月后的这批巫石矿，暂且扣住。司君，这是我们早已和玄虎城谈好的，他们定金都已经付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反悔，岂不是自毁信誉？他玄虎城收留了我花园城的叛城郡主，我扣他一批矿算什么？叛城郡主，难道是少城主？他还活着？给玄虎城送去消息，要矿可以，把陈芊芊给我送回来。否则从今以后，他玄虎城的韩家休想从我手中拿走一块巫石矿，千金万金也不卖。司君，若是玄虎城不同意，我们挖出来这些矿就这么放着，咱们花园城也用不上啊。我自有安排。另外，城主府的护卫我信不过，去换我们的人。是。听说你从裴恒手中夺回了司君之位。我只是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，怎么能叫做夺呢？我又听说你将城主府保护了起来。母亲，您累了，该好好歇息。女儿想让您好好调养身子。可整个花园城都知道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还怎么继任城主之位？母亲放心，我只做司君就好。女儿已经想通了，只要权力捏在手里，做不做城主又有何区别？我有我亲生母亲留下的护城军，我为何要与别人抢一个城主的名头？您看，我现在坐镇军中，花园城的巫石矿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您不也拿我没办法吗？我就是怕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所以才不想把你的身世告诉我。您还不如早些告诉我真相，我心里还能好受一些。看来是我错了，当年我只是想让你过得开心一点。从小到大，在您面前，我一直都输给陈芊芊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向您证明，我比她强。你一定要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您放心，我不会再杀他。但他也别想躲起来和韩硕长相厮守。我要让他回来，让他看看他是怎么输给我的。在你看来，我在你眼里就没有半分母女情谊了吗？少君，花园城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如果不把少城主送回去，他们就不把矿卖给我们。听起来不像是母亲下达的命令，是不是又有人越俎代庖了？要不我回去看看吧。这一看就是陈楚楚为了骗你回去设下的陷阱。花园城那边现在应该是天罗地网等着你了。我们去找父亲商议，他深明大义，就算是为了我，也不会把你送回去的。走。父亲，我已经召集了护城军的几位叔伯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芊芊啊，最近在玄虎城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，父亲母亲待我像亲女儿一样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您是打算让他留下？玩的差不多了，也该回你们花园城了。您是要让他去送死吗？此事本就因他而起，你们不仅不愿意让他承担责任，反倒牺牲我们玄虎护城军的兄弟。此事万一有诈呢？这花园美人计当真好用啊，一环扣一环。你们怎么吃起亏来没完？城主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解决与花园城的纷争，楚楚继任城主，早晚都会切断与玄武城的巫石矿交易。到那个时候，玄武城的男人就只能去种地了，或者像花园城一样发展布料产业，女人养家糊口。女人赚钱，那谁来当家呀？自然是女人啊。怎么可能？那不跟你们花园城一样啊？和花园城一样有什么不好？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你不是说女人多么厉害呢？为什么不去求女人，还不是在这里求自己的夫君，让硕儿再来求我？我要是求女人，你也得放权给女人啊。放权？说起武艺兵法，以前你们花园城有个裴武将算一号人物，其他女人上战场，那就是一个笑话。你处处看不起女人，最终还不是要把一个女人推出去解决问题？谁说玄虎城没有女人带兵打仗？芊芊，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女人的命运就该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钱要自己赚，兵要自己带，这样才不会被别人贬得一文不值。李思君，当年我父亲临终前将玄符托付于你，如今我想要回玄虎护城军，你可愿交还？不能给。玄符拿来。花老思君的托付，属下断不敢忘。花思君，玄符在此，护城军任您差遣。起来吧。终于等到您重回军营了。想当年您鲜衣怒马，那仪态那气魄，就是可惜嫁人太早了。夫人，你真的要出征花园城吗？你要是敢出兵，我就休了你。笑话。休书。我先休了你，我忍你很久。女人不能带兵打仗，你大概忘了，当年被我打倒，连马都跪下了。你也不要忘了，你还是城主夫人。城主夫人我也已经做腻了，既然是你给的荣耀，不要也罢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花思君，不再是城主夫人。我有我自己的荣耀。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！母亲，全都反了！父亲，硕儿，为何父亲没有心机，还会心痛至此？啊！我这儿媳妇娶的，我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啊！这花园城的女人，当真是红颜祸水呀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谢谢你。
我只是做出了我自己想要的选择。女人该活出自己，不依靠任何人，这话没错。当日你给了我一块金牌，今日我可是100倍偿还了啊！给你们当盘缠，够不够义气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回花园啊？城主夫人出去打仗，这贵妇圈里早就传开了。那城主夫人跟城主要和离的事儿，要不然说你厉害呢？你看来了没几天，就搞得公公婆婆都和离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玄武城的妇人啊，纷纷效仿城主夫人，都要当家做主。这城主知道了，气个半死。怎么了？行，对不起啊。从即日起，女人上街须袖长及腕，下摆及怀。这3伏天不得热死啊！女人不准进学堂，不准私自习字。那怎么赚钱啊？女人不得参政经商，商户不得雇佣女人。原来在这儿等呢。4岁缠足，豆蔻束胸，无一例外。合着都缠女人身上，男人什么都不用缠。女人不得主动提出和离，那嫁人不就等于没有回头路了？禁止怀孕堕胎，就这个还靠谱？靠谱啥靠谱？万一男人生米煮成熟饭不认账，那女人多吃亏啊！这玄虎城城主怎么回事啊？这样看来还是花园城好，要不然我也回花园城，过回我从前的逍遥日子。从即日起，男人上街须袖长及腕，下摆及怀。花园城这天气，不到3伏天就热死了。就是啊。男人不准进学堂，不准私自读书习字。现在偷偷学也不行了，那您不是连私塾都办不成了？男人不准参政经商，商户不得雇佣男人。那男人只能种田成亲。男人不得主动提出和离。成了亲就等于没有回头路，见一个爱一个的女人太多了。女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生下孩子，男人无权干涉。那女人要是不认账怎么办？哎，一山不整，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干什么？走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这是你下的命令。你不是只说要当司军，掌了兵权，怎么还擅自代理政事？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继任城主了？如果我说是，你待如何？我不能如何，只是城主之前已经准许男人做官，花园城民风已经开化，你怎么能违背他的政令？这到底是母亲的政令，还是陈芊芊的政令？这不过是母亲生病时，陈芊芊代理政务所制定的规矩，这都是错的。我要让花园城恢复到以前的样子。你如今代理政事，不管对错，只管与芊芊对着干。你去街上看一看，不光是男人，女人对此也十分不满。你这是倒行逆施，违背民意。现在花园城的权力都捏在我的手上，我的意愿才是民意。楚楚，我之前任司学时，可不是这般教导你的。哼，可你现在已经不是司学了，我也不是以前的2郡主了，我再也不会受任何人摆布。事实会证明，芊芊才是对的。不许在我面前提陈芊芊。陈芊芊，你怎么总是阴魂不散？欧兄，你还是吃一些吧，近几日你都消瘦了。哼，阿东家的。
之前装这么好心，现在终于忍不住要杀我了。转过去。走吧。你要放我走？你的一生追求不过就是为了施展你的抱负。如今花园城容不下你了，不如你就待在玄武城，也许还有你的一番用武之地。陆兄，快谢谢大当家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你一天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我要回花园打仗去了，不可能带着你这个拖油瓶吧？你可别告诉我说你要回花园城啊！现在花园可容不下男人。为何这样说？花园怎么了？二郡主发生了什么事？男人不准进学堂，不准私自读书习字，男人不准参政经商，不准雇佣男人，男人不准主动提出和离。这不是二郡主的主意。性命由你吧。是不是也不准男人领兵？这都是你才能干出来的事。如今，二郡主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？哎，你怎么喜欢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推啊？当年我男扮女装考副将，你将我揪出来毒打，险些废掉。如今，你充什么好人？你为何不直接杀了我？所以是陈楚楚把你从陈芊芊手上救走，怪不得你一直针对我。行吧，破案了。其实想解你的心结也不难。这样，你同我一起回花园，在路上你看看我是怎么对子睿跟梦过的，便知道现在的我还是不是当初的我。人都有年少无知的时候嘛，你就当我当初不懂事儿，伤害了你，以前欠你的，现在还。你怎么解这么久还解不开？以前一直给我更衣的侍女呢？城主息怒，禀告城主，那是城主夫人的陪嫁，已经跟随城主夫人一起回思君府了。行了，我自己来。你去帮我端盆热水，我要洗脚。洗脚？城主夫人说洗脚盆也是用她的嫁妆买的，她拿回去了。什么？连个洗脚盆都不给我留下？那你不能拿个新的来吗？从前采买物件都是城主夫人安排的，现在城主夫人走了，谁也接不了手啊！一群废物！传令，让少君来见我。这点事儿你总能干了吧？是。你看那个陈芊芊惹出多大的祸，竟让你母亲做出这种荒唐的事。现在全玄虎城的女人都跟着反了。我现在终于知道陈芊芊为什么是三公主了。郡主倾城，公主倾国，2座城都装不下她。母亲重任思君是她自己的决定，而全城妇人纷纷和丈夫和离，是因为您颁布了不公的规定，这怎么能怪芊芊？这些事儿都是那个陈芊芊来了以后才发生的。那这只能说明这些矛盾已经存在，而芊芊只是让这些矛盾浮出水面而已。哪里有什么矛盾呢？我跟你母亲感情多好啊！您当年为什么要娶我母亲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您不会已经忘记了吧？当然没有。当年我跟你母亲在军营相识，我们切磋武艺，
他把我按在地上打。那时候我心里记恨，想着回到玄虎城，我一定要扳回一城。哎，谁知道我回到玄虎城之后，竟发现她是女儿身，不仅人漂亮，武艺高，还会打马球。你母亲在球场上持胄击服，风驱电势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女子。俊呐，那和小千倒是颇为相似啊。哎，你的小千可比不上。当年你母亲眼睛里是有星星的，一闪一闪的。那这跟小千真是一模一样。只可惜啊，你母亲婚后不像以前那么鲜活了。我听传言说，自从您娶了母亲之后，为了讨她欢心，便在园中种下了这些木兰花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从不将木兰花养在室内啊？哎，木兰清丽脱俗，唯有这广阔天地才能配得上它。养在室内，岂不是俗气了？您既然倾心的是那个骑着战马不可一世的女人，那为什么要求她在家相夫教子、贤良淑德，变成您不喜欢的人呢？母亲是为了您，所以才失去了往日的光芒。而您呢？您为她做了什么？您知道她真正想要什么，想成为什么样子吗？先前为了医治韩某心疾，众将士只得隐藏实力，饱受屈辱。如今花园城二郡主陈楚楚背信弃义，扣押原本要卖给我们的乌石矿，我玄虎男儿岂能任人欺耍？我们一起去花园城，讨个公道！讨个公道！我保证，将你们一个不落的带回来，和你们的夫人、孩子团聚。谢少尉。不是说妇人们纷纷要和离吗？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啊？城主，这毕竟是去花园城夺矿，硬碰硬的那种，说不好就是生死诀别。平日闹得再厉害，大事当前还是能夫妻一心。您不是也来送城主夫人的吗？你给我闭嘴！见过华司君。母亲，这是苏子英，是我给你选的副将。就是用的时候你得小心点儿。起来吧。岂有此理！城主切勿动怒，一个城邦没有城主夫人不是什么大事，离开他照样赚，但不能没有城主。您才是一城之主，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啊！你给我闭嘴！收拾行囊，我要随行。是。二郡主，探子传来消息，说玄虎一行人驻扎郊外，2-3日便可到达。我让玄虎城交出陈芊芊，他们反倒派人来与我作对。陈芊芊究竟哪里好，竟然连玄虎城的人都被他迷惑。启禀裴司君，大郡主不知去向，很可能是投奔三公主去了。混账！花园城早就没有三公主了。是，属下谨记。张姐，张姐，你没事吧？叔叔有没有为难你啊？芊芊，你放心，他还没来得及对我怎么样，我们3人就从我府上的密道逃了出来。密道？我府上有一密道，可直通城外，就是为了防止今日的情形。我们少城主要像大郡主一样爱惜生命，那为何不带母亲一起出来？这楚楚得知自己并非城主亲生，便彻底没了顾忌，直接下手夺了护城军，替城主称病，还切断了矿脉，将矿石全部运往府中。那裴恒呢？
裴公子，他也被囚禁了。楚楚真是一步错步步错。长姐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从玄虎城借了一些人马回来，一定能够救出母亲跟裴恒的。可是你就带了这么些人过来，我们玄虎能出人出力就不错了。一个小丫头还挑三拣四的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父亲，你也来了。退下。您误会了，我是怕芊芊和楚楚他们硬碰硬。依我看，还是攻城为上。玄虎城以冶炼和火药营生，战力非凡，能够以一敌十。进城后，咱们兵分两路，一路去救你母亲和裴恒，还有一路打探矿石消息。可花园百姓，我不想伤及无辜。隐隐有一计，可以兵不血刃。三公主，你可假装被我拿下，由我带你进入城中，我们再找机会反拿二郡主。如此，擒贼先擒王，城中百姓必无伤亡。反间计，确实是最见效的一种办法，也是我死得最快的一种。之前你多次设计陷害小千性命，这次要我如何信你？信不信，皆由三公主定夺。我陪你去。少君武艺高强，我又佯装将你和三公主一起制服，可信度太低了。好，我一个人跟你去。毕竟不能火药强攻，否则花园城的百姓必定遭受牵连。你当真愿意为了花园城的百姓赌上自己的性命？不愿意，可我没有办法。三公主，小人此生必死生追随。对，起来吧！你每次拜我，我都没什么好事。少城主放心，我会带人里应外合，配合你们。我们夫妻二人去救你母亲。一路平安。开城门！快开城门！驾！站住！你是谁？在下苏子英，奉二郡主之命捉拿陈芊芊，还不放行？苏子英，放下芊芊！少君，我们先走吧。大郡主这密道真隐蔽啊！少君，城内重兵把守，如若出现差池，我们怎么脱身啊？放心，小千肯定有办法。他是编剧。编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编瞎话啊！什么人？分头行动。好，走。说忽略你太久了，能不能继续忽略我？就现在。启禀二郡主，令已带到。带进来吧。是。
二郡主，小人先前虽被陈芊芊擒拿，但始终不忘二郡主的使命，卧薪尝胆，假意投靠，趁机将她擒来，但凭您处置。很好，都先关起来。是。别动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好一个恩将仇报！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救的你？二郡主的恩情，小人没齿难忘。小人也曾以为二郡主您善解人意，三公主恶贯满盈。可如今，小人不是这样想的。这一路走来，您的所作所为，让我想起了当日的陈芊芊。你打归打，你别骂人行不行？陈如楚，回头是岸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你现在自身难保，还有功夫来劝我？可笑！你们以为我会坐以待毙吗？公子，公子，城中出事了。楚楚要做什么，就随他去吧。我也不想再管了。不是二郡主，是三公主。什么？三公主带着一小撮人马从玄虎城回来，诈降二郡主，没想到被二郡主瓮中捉鳖，性命堪忧。护城军呢？朝城中去了，还有一伙朝咱们来了。咱们不就是来找花园城主的下落吗？这不，花园城主找到了吗？这是找到了吗？这是被关在一起。在下玄虎城主，这位是我的夫人，玄虎城司君。您应该就是花园城主吧？这位想必就是您的夫君吧？小人是城主的侍从。多有得罪！我见二人举止亲密，还以为……你们玄虎城不是以男子为尊，女人不能当官吗？为什么你的夫人是司君啊？事发突然，我也是临危受命。我见夫人英姿飒爽，做事颇有一家之主风范，想必平日也是你当家吧？家里的孩子都还好吧？都还孝顺能干吧？啊，的确能干，这不把二位也请过来了吗？哎，孝顺嘛，倒也孝顺。怕我年纪大了出意外，这不还派了重兵把守。是不是我？啊，二位城主，还是聊聊两位少城主的婚事吧。哎，这个可以聊。等这次忙完了，芊芊跟我们回玄虎，再给他们办次婚礼。新的府邸我都想好在哪儿了。哎，不对，韩叔已经入赘我们花园，那将来得住在我们花园城。怎么能是入赘呢？之前已经说好了，韩硕入赘我们花园，以换取乌石矿的开采权，以修2城之好。后来也没有给我们矿啊，自然不能算是入赘。以后生了孩子也要姓韩。不行，还是姓陈。不行，我们家可是有城主之位要继承的。哎，巧了，我家也有。那这样，男孩姓韩，女孩姓陈。城主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那你们得承诺，
疼爱孙女，要像疼爱孙子一样。只要你能像疼爱孙女一样疼爱我孙子，嗨，这好办，都姓陈，我一样疼爱。哼，这话说的，都随我姓，我也都疼。都是一家人，就别吵了，咱们扔骰子决定吧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拿下陈芊芊？三公主才是城主的亲生女儿，我们虽然听命于裴思君，但也不能对三公主动手啊！你们的三公主，往日可是嚣张跋扈、荒唐无度，是花园之耻。这都是陈年旧账了，不过我认。陈楚楚，你忤逆母亲，残害姐妹，不配为花园郡主。那你呢？你还带着玄虎城的人攻了回来。可我没有伤害花园城任何一个百姓，你在代理政务期间却把花园城搞得鸡犬不宁，强词夺理。心虚什么？护城军听令，杀了陈芊芊。我觉得三公主说的有点道理，就是，三公主深得民心，二郡主却只是翻陈年旧历。哎，那本传闻中的三公主你看了没有？我觉得三公主也挺不容易的，她有她的苦衷。这是军令，如果我们不认你当司军，是不是就不用听命于你的军令了？你们疯了！我是裴家后嗣，我姓裴。可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违反了城主的命令，扰乱花园臣民的生计，罔顾已故裴思君的遗志。韩硕宠妻必备，传闻中的 Olay 小白伞，防晒零重力，想立刻拥有就去 Olay 购买哦。清风远飞，雨随风一去不回。我在谁梦中沉睡？念人生况味，以微笑锁住愁眉。岁月不增不减，事与愿违。流光难追，到天边我愿奉陪。算不出心机枉费，功名如负累，相思终成灰。笑得人憔悴，执迷不悔。而夜如幻如真，是非在背后传闻，策马狂奔，逃不出命运剧本。故事里的人，自己能控制几分？千山万水，结局会殊途同归。